现在爱国的赛道越来越拥挤了，真的新闻已经不够用了，得编假新闻、造谣言来吃到流量。昨天在几个微信群就看到了这些流量段子了。首先有人说在高层见民营企业家的论坛上面，某国货之光的创始人带去了在某次震惊中外的事件中所用到的脚环，引发了大家的回忆跟共鸣。然后他又说在上海某一次权威论坛里面，最近爆火的国货之光的创始人又说了一句：我的算法只为5星红旗服务。哇，多么煽情的一句话，能吸引到你的流量吧。不过等我去看的时候，这个作者已经删除了。如果有这么爆的新闻点，现场那么多媒体，那么多参会人员，怎么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呢？这种新闻一眼假了。但是呢，我们回头来看另外一个消息，你会发现这种一眼假的新闻很多人相信没办法，这个互联网上面基本面就这样。我们在另外一个群里面有人发了一个截图，这个截图来自于某条的一个资讯页面。他说在琉球的旅游里面，有一个中国人在排队的时候，有一个美国人过来插队，说我有特权，我就得先买。这个中国人丝毫不退让，勇敢的冲上去跟这个美国人搏斗。周围的日本人都看呆了，哇，现在中国人都这么硬气了吗？中国强大起来了，中国人牛逼。这新闻下面配了一张模糊的图，然后我就说这种图这种新闻看上去一眼假，然后发到群里面的人还给你矫正说你看不得我们强大吗？这个新闻就是真的，在各个地方我都看到了。然后我就稍微搜了一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嘛。你怎么识别这些聚合平台上面这些小段子的真实性？其实很简单，教你几招。首先你先查一下它的来源，如果是有几个权威媒体首先报道，这个可信度就高很多。如果它只是一个自媒体的一个说法，那你就留个心眼，可信不信了。一般这种假新闻它的逻辑本来就可能不通顺，时间地点人物这些基本的3要素可能都不全，甚至故事情节都离谱的像小说。一般真的新闻会把基本事实交代清楚，假新闻往往自己内部逻辑混乱，站不住脚的，经常就是一个标题党，看起来标题很吓人，但里面的内容完全不是那回事。经常也是图文不对，配一张图都跟文章内容是不一致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这种假新闻它用的语言特别的煽情，缺乏基本的客观评论的精神，把那种愤怒、泪奔、震惊的这种词语用得非常的密度，把你的情绪调动起来，它的流量怎么吃得到呢？真正的新闻冷静客观，像讲故事一样把新闻的过程娓娓道来，那些语言太夸张的多半都是假的。当然了，也有特例，大家都知道在某个地方的中央媒体他就喜欢用慷慨激昂、激动落泪的情绪在播报新闻，不说大家知道是在哪里。另外呢，在一些节目里面也是用了大量新闻的陈述来调动你的情绪，所以那档新闻节目后面的广告是特别的贵的，因为能看完这么长的这个新闻的人，你说啥他都信。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看一条新闻是不是真的，你得交叉论证。如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多个权威媒体甚至是不同角度的新闻它都能去发现的话，那这个新闻的可信度就很高。如果你只有一家之言，这种新闻可信度肯定很低的。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去识别图片，现在都有反向图片查询的功能，你把这个图片丢到搜索引擎或者丢给 AI 工具，它都能马上把里面的内容找到相似的图片，告诉相关的新闻是什么。这样对于很多开局一张图后面全靠编的假新闻就很容易分辨了。再说一说几个关键词：1. 查来源；2. 看逻辑；3. 比标题；4. 辨语言；5. 看图片；6. 核查事实；7. 对比多个平台。带上这几招，你都可以一眼识别那些虚假新闻，不要被这些误导了。说到这里，又有人会说，你怎么都说这种是假的呢？你不爱国。那我说，我们国家的强大就没有一点真实的事实可以证明吗？我们天天要看这些假的东西去自嗨，来证明我们强大，那有什么意义呢？不是我不爱国，是你假爱国。你为了满足自己的空虚的那点需要，你自私。一个自私的人是不可能爱国的。关注我，以后我们一起来识别这些网络上的虚假新闻，击破谣言。记得点赞、关注、转发哦。